这个还挺酷的，看到吗？有这种借书的在路上，应该感觉很像俄文。立陶宛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，非常酷。大家取钱可以来这一家 Swedbank， 应该欧盟的 Visa 卡都不会收手续费。噔噔噔噔，不需要手续费，太好了，相当好。这个呢是维尔纽斯算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标，一个哥特式的教堂。它这个建呢也是后来建的，但是它最早的地基是大概在1500年的时候，所以也有个将近1000多年了，挺漂亮的。这个教堂呢，当时1812年的时候，拿破仑还在这边存放了炸药，然后把里面的一些内装啊都毁了，也是非常深受什么巴洛克还有文艺复兴的这个影响，这种建筑的风貌，大家看了吗？非常巴洛克式。然后这两个是分别在不同时间建的，这个是在19世纪建的，这个等于是刚开始说是在15世纪。教堂的内部还是比我去波兰的那些教堂感觉要精美一点，因为它最少这个还有这个木雕。那个白布铺到还挺吓人的，如果没有白布的话，我感觉会比较好一点。这应该是什么仪式的感觉？哇，这个好像都挺老的。这个以前的画都脱落了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它这边是维尔纽斯市中心的一条河，它这个河呢，就看上去很秀气，就证明你看这个河，大家都能看到底，可能就我猜，5-6厘米深，就不像一般的大城市都是那种很大的河，这个好像就像身处于山里面一样。这条河边上走路，已经算是我现在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，推荐大家来。一定要来这个河边上，很惬意，很清凉，而且你知道人很少。现在走进的是一个面积只有0.6平方公里的国中国，它拥有自己的总统、宪法、国旗，甚至军队。它叫乌日皮斯共和国，乌祖皮斯的意思就是河那边，也算是我听过最草率的国家的名字了。石子路还挺好玩的。挺有感觉的，看到吗？酷的，非常酷。非常酷。大家来维尔纽斯不要错过。哇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哎，这边有一只好大的狗。What's the breed of the dog? It's called what? Leonberger. Oh, cool. It's huge. 看到吗？超级大。这里的宪法是最著名的象征，贴在一堵镜面墙上，下面是一些有趣的条款。每个人都有权利幸福，每个人也有权利不幸福。每只狗都有权做狗。每个人都有权死去，但不是义务。每个人都有权理解或不理解。我看到好几个这个标志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写了1000米，然后有一个人拿酒瓶，是可以在街上喝酒还是什么？这里的宪法提醒我们，自由首先是一种心态。这里最初是贫民区，后来吸引了大量的艺术家定居，非常像我去过的哥本哈根的克里斯钦自由城市。90年代，他们在这里办展、开酒吧、搞派对，把旧工厂变成艺术工作室，慢慢的把这里变成立陶宛的蒙马特。这里的标志是一只伸出手掌的天使雕塑，
虽然这只是象征性的国家，但它用艺术告诉我们，哪怕只是一条街，也可以是一种理想的国度。大家看这个天上的云，我这个感觉有点像北极光一样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看到吗？一丝一丝的，哇塞！上面应该有一个观景台，可以看到全市的景色，很漂亮。鸟语花香，哎，好香，真的可以闻到花的香味。我现在已经上顶了，这边有一个小啾啾，这个小啾啾是1316年到1341年一个爵士的坟墓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近处，这个哪像是一个坟墓啊？这个维尔纽斯的景点真的有点太简单，非常清澈，就跟在山里面一样，在城市里面能看到这种很原生态的，真的是很漂亮，而且水非常的清，看到吗？水非常的清。这个上那个山的路还挺累的，大家看，一直要上去。而且这边不好的是，它这边是铁的就有点滑，不敢走太快。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？谁知道？这个呢，就是维尔纽斯比较著名的一个3个十字架的标志。这个的传说呢，就是说当时维尔纽斯的市民他不满僧侣来这边传播基督教，然后有两个弟子，这个弟子呢杀死了7个僧侣，杀死7个僧侣以后呢，可能为了纪念这7个僧侣，就立起了3个木头十字架。然后这个木头十字架呢，当时立了几百年，一直到1910几年才换成这个这个叫应该是大理石吧，或者是钢筋混凝土的，因为那个木头的很容易腐蚀嘛。然后另外一个山上呢，也杀死了7个，那7个呢，当时据传说是有泉水冒出来，等于是一个神话传说，而且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杀死了14个人，为什么只立3个，这个一直是一个谜。大家来立陶宛还有一个景点是，有一个山上完全都是十字架，但是它不在维尔纽斯，在比较远的地方，在北边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挺恐怖的。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挺恐怖的，有点像那种坟墓的感觉。大家看这一排是那种非常老的楼，看到吗？就是一上去，然后一个人后面一间共享走廊的这种。上去看一下，这种还是木头的。酷的，非常酷。像这种地方邻里关系应该非常好，大家都认识。我现在这条街呢是在维尔纽斯算比较新的区，比较有钱的区，叫 Papias。可以看到都是很多新的建筑，都是这种高档住宅。写字楼，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很像一个游戏的城市，就太小了，感觉什么都是迷你版的，很像走在游戏里面一样。非常酷的一个社区。它每一个公寓的样子都不一样，看到吗？非常的酷，感觉很现代。基本上就是前面那条主街很多人，然后你往后面走，又是到了这种没有人的地方，很安静的地方，有点像感觉到了冰岛一样，人这个也太少了。发现了一个食物的。一个食物，这个怎么叫？食物广场，对，有很多不一样的食物啊。这个呢是16世纪建的一个防御城墙，然后中间也是被摧毁过，后来又重建了。
但是这样转下来看，好像它就是为了保护这中间的一个小塔楼，好像里面不怎么大，它不是一个整个城市的防围墙，是保护一个小区域。前面那个时空之门，大型的那个 FaceTime， 好像是是都柏林，我靠，它那个是 Spire， 后面那个是 Spire， 看到吗？耶，好像画面动到了，卡住了，看到吗？卡住了。这家店呢是刚刚采访那3个小女孩推荐我来的，这边还有猪耳朵。我来点一个这个立陶宛的猪肉，这个好像感觉还不错。然后这边也写了一个是传统的立陶宛的，应该是鱼，6.9块。点了一个这个啤酒 Wolfas， 他说是这边当地的啤酒，试一下。这个就是猪肉大饼加沙拉加土豆泥，很普通的猪肉大饼。还不错哦。这个地还是他自己捏。这个是维尔纽斯的那个公交车站，我刚刚你不仔细看，你还发现不了。我还是地图看一下，哎，怎么好像走过了？然后走近一看，原来只是一根杆子，就跟都柏林一样，一根杆子而已。我在维尔纽斯呢有一个疑惑是，这边好多纪念品都是这种黄色的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石头。反正是黄色石头做的纪念品，好多店都在卖这个黄色的雕塑。前面看到那个 Nord， 那个是不是经常在广告里面看到的 Nord VPN？ 总部不会是在立陶宛吧？有可能哦，因为这边很多这种新创企业。我发现在立陶宛也是没有人闯红灯，看到吗？基本上没有人闯。买了一张去 Trakai 的票，2.8块钱，2.8块，挺便宜的，半个小时。这边还挺高科技的，还有这种机器人的冰淇淋，2.4块，挺好玩的。这边是一个火车站的存放行李的，存放包裹的。也是挺方便的，应该是0到6个小时，小行李是2块，然后大行李是4块，还挺便宜的。你像24个小时以上加2块，12到24个小时是9块、7块，挺便宜的。它位置还挺大的。从维尔纽斯去特拉凯城堡坐火车到站后走路过去要45分钟，坐大巴的话下车以后会近一点，不过也要走个30分钟。不想走路的话，可以扫一个路边的 Bolt 滑板车。回维尔纽斯，由于站台是小站，所以没有人工，只能刷卡买票。如果不买票，也可以上车补票，不过要加2欧手续费。今天呢，我本来是想去看这个城堡的 Trakai， 立陶宛挺有名的，但是现在在下雨，而且我没带伞，可能要沿路返回了。哎，现在已经到站了，但是完全被困在这个小站里面。还好这里有厕所，还有位置坐。下的雨还挺大，靠！
火车站等了1个小时，现在雨小了一点，出来了，好冷今天，哇靠，今天好冷。然后现在是走去那个城堡的路上，来都来了，还好等了1个小时。刚开始雨太大，一出来走鞋都要湿。从火车站走去 Chakai 的城堡还挺远的，大概好像要走个20分钟左右，我还算走得很快的。然后这沿路都是一些很漂亮的小村庄啊，别人住的地方啊，很惬意，很漂亮。而且这边上就是一个湖，我左手边是一个很大的湖，这个有点像北欧的感觉，但是童话又说不上。我发现虽然这几个国家你知道很近，但是确实有各自的特色，很漂亮的一个小村落，非常漂亮。这个小镇呢，曾经是立陶宛的首都，所以有过它的辉煌历史。看到吗？给大家看这个地图。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去的那个城堡呢，是在东欧唯一建在小岛上的城堡。给大家先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城堡要过去的。它这边有一个桥，很漂亮。如果拍那个航空景很漂亮，但现在下雨。还是挺漂亮的，看到吗？有一个乌克兰的国旗。我来这3个小国的话，从波兰，然后现在是立陶宛，这边都是很支持乌克兰的，因为没有办法，乌克兰帮他们抵挡了俄罗斯的子弹，然后他们其实也很害怕的。我在这边问当地人，他们也很害怕俄罗斯进攻他们。所以支持还是民心所向。已经进来了，这个城堡呢，看样子像是立陶宛最值得看的古代遗迹，其他的跟这个应该是没法比，这个还挺壮观的。特拉卡城堡漂浮在湖心岛上，曾是国王的居所。也见证了立陶宛从辉煌到衰落的历史。它的建造者是传奇人物大公维陶塔斯，一位让立陶宛疆域一度扩张到黑海的英雄。14世纪时，立陶宛正与条顿骑士团长期交战，维陶塔斯于是决定在这修建一座要塞，以防敌军入侵。这里3面环水，只有一座木桥相连，是当时最安全的堡垒。后来，这里不仅是军事基地，也是王室的居所。维陶塔斯在此迎接外国使节，举办宴会，显示立陶宛公国的强盛。这个是这个应该是中国过去的，看到吗？这个应该是中国传过去的。16世纪以后，战争结束，王室迁往维尔纽斯，特拉卡逐渐被遗弃。几百年间，它成了废墟。直到20世纪，苏联考古学家根据古文献，花了几十年才让它重现昔日风貌。一步一步重建，1900几年，一点一点建起来。以前是基本上全部摧毁，残垣断壁。从自由又奇特的乌日皮斯共和国，到漂浮在湖上的中世纪古堡，再到维尔纽斯市中心的浪漫街头，立陶宛虽然小，却总让人感受到一种简单安静的幸福，也让我在不同的维度看见生活该有的样子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个目的地见。